和之国篇全部完结，新皇路飞霸气将此国化为自己的地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金。时隔几年后，争议颇大的和之国篇终于来到最后，但和我们的观众看到的故事不同，在和之国民众所知的版本及画片记载说书先生传送的真相中，武士们成了讨受百罚的绝对主角。与此同时，不远长影港处化作巨龙的桃子正带大和警卫们前去找草帽团道别，其中大和已经决定要留在和之国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像玉田一样周游各乡，因为绿牛来袭事件让他深刻认识到现在的和之国还没有自立的实力。桃子则还为路飞他们不告而别生气，从凯多对他的欺辱到后来与草帽团相识相知，这一路漫长的回忆闪过粉龙脑海，难道草帽小子不珍重这份感情吗？愤怒的警卫们也说，要是他们解释不清，那我们就割袍断义吧。在他们气冲冲抵达之前，红星团和基德团已经先走一步，两位船长均是傲娇，不肯和草帽团打招呼，一副救死别过即是仇人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本龙一举冲出丛林，恢复人形桃子扑倒路飞，警卫们还大喊只要路飞给个交代，结果不舍将军已经哭成了泪人。草帽团对实则只有9岁桃子来说简直太重要了，他多希望路飞大哥一行就此留下来啊！来自将军责任和不可知的未来，将心里没底的新将军压得喘不过气。还好草帽团自然考虑到走后的事，乌索普将一面巨大黑布扔了下来，原来这是草帽团巨大海贼旗。路飞郑重宣称，爱哭鬼桃子在他眼中就跟需要照顾的弟弟一样，如果有坏人来到和之国，你就给他们看这面旗帜，告诉他们向我的伙伴宣战就意味着向我宣战，不再是后来的挑战者的姿态。四皇路飞初次展现皇者之威，无比巴切将整个和之国划入自己的地盘。其他伙伴明显被船长的发言激励，而临别了，路飞还向桃子等人发出邀请，要是你们以后想当海贼了，我草帽团一定会来接你们。交代完所有，草帽团终于到了离开的时候，海鸥伴随张开的风帆飘向远方，桃子警卫们大和陆续跑向岸边，目送那面传奇海贼旗渐行渐远。路飞嘱咐说，大和，日后一切就交给你了。后边桃子想到这伙恩人们为和之国赌上性命所做的一切，则最终正中一败，直到桑尼号彻底消失在远方，我一定要超越玉田，这是桃子的目标。大和疑惑，你们是在说我？眼桃子警卫们极其无语，但草帽小子的告别肯定不会简单结束。伙伴们在讨论要从哪里离开和之国，反正不走瀑布就对了，那可是跨越生死的险关啊！谁知记得心血来潮，一句谁走安全港口就是低等海贼嘲讽，让路飞和罗全部上头。三位船长进行胡闹争夺，他们不顾同伴阻止拿到船舵，禁止将船开向入国瀑布，然后冲向大海。于是这场长达数年的冒险结束于3船人马失魂的尖叫中。最后关于海贼们在鬼岛战役中的表现也被说书人记载，可因为路飞明确要求不要凸显他们的功绩，海贼盟友的名字被隐去，说书教师只简单提到盟友们奋战的英姿，而把历史重点放在光月的复仇。而在他的故事中，据说面对压榨和之国数十年的大蛇，船次郎手起刀落，一举将之斩杀。当百兽之阴云随花多欢呼消散，当烈火攀上大蛇头颅，他恶狠狠放下诅咒，说黑炭的恨必会伴随和之国的历史。可日和公主一步不退，带着对家人的思念，带着国家大仇得报的释然，对黑炭大蛇如是说道：燃烧殆尽即是黑炭的宿命。这句话是和之国民众们最喜欢的段落，欢呼声和掌声在舞台下持续不断。漫长故事就此落幕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85集全部内容了。下周开始即是单头岛篇开篇，无比精彩大事件将一件件陆续到来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我是白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